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台湾市原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宏生，大家好。好，那中联那这还有这样的事情，那未来会不会越烧越烈？当行政已经直接告诉你了 ，OK， 那卫福部说所有涉及到这些全面下架，那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也没有什么20%所有这些，但看起来那蓝白阵营甚或蒋万安都没有放过这样一些事情，蒋万安甚或直接直指说中央是不是欠所有人一个道歉？这把火未来还会是怎么样？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你会看到石板民夫遇袭的这件事情呢？那嫌犯已经收押禁见了，而且收押禁见的时候，在地检署发的所有声明里面，除了一般伤害啊或什么，其中有一个反渗透法在这个里头。那这整个在未来到底会是因为老共的所谓的民主团结法所引发的第一个事件，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考量呢？好，那这是大家在看到，尤其今年是选举年，动辄都会引起大家的讨论。好，那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尤其是在桃园这个地方，那当然今天将军来到现场。那桃园这个地方，一个四广一样的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但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吗？有很多包括不管是在桃园，不管是一些的里长，或是国民党有一些的委员，直接出来帮四广人在讲话的时候，只是那个讲话的内容会大家在讨论说，那要救火不要提油，有很多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因为当你去在护的时候，会不会让人产生其他的一些有反感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看来已经不只是单纯一个桃园一个议员的一些事情。如果大家都是针对霸凌，这当然是反霸凌，绝对是必要的。但另外一个，它会不会引起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效应呢？首先让大家看一下，当然国民党的委员像陈时中委员也有提到说四广阳这件事情，让你听一下。来，万美的儿子四广阳最近陷入霸凌争议，你会觉得四广阳应该要退选桃园的议员吗？因为他现在选桃园议员。不需要吧？那是成年往事。这是以前发生的事情啊。因为现在网上很多人都觉得他应该要退选，然后觉得他道歉不够诚意这样。我觉得那小时候的事情，人都会犯错吧，是不是？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一生也会犯错啊。我们小时候没有去偷东西吗？都有吧。委员那觉得会对桃园的选情有影响吗？会有影响，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他会当选。来，任俊，好了，那个陈学文委员本来就是比较直率一点的，他直接讲，但是他也讲出选情了。将军等一下大概可以回应一下，他说他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对选情不会有什么影响，他还是会当选啊。但是最近在媒体上隐隐然感觉上，有人感觉有一个氛围，桃园有很多基层的一些群主是在护四广阳吗？而那个整个护的一些的过程，用字遣词，我刚就讲，有很多是要帮忙，要帮对。那不要是帮了忙以后，感觉上提油救火。我觉得陈雪生应该对桃园的民情风土非常的了解，特别是对万美玲的选区还有四广阳的选区不然他不会这么轻松的说出一句不会了，他一定会当选的。因为一般来讲，上次有一个叫那个黄国昌才说，哎，我们台北稳的，旁边柯文哲都吓出来，吓死了，我就怕你这样讲。陈雪生完全不担心会影响选情，代表什么？我认为这个也反映出来，就是说原先大家在看四广阳跟万美玲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事实上网络从3月份开始有人发文，那个发文已经600多万点这个浏览了。但是其实一直都没有声音，大家也都不回应，包含这些所谓疼惜四广阳的里长们、里长参选人们，在这段时间都不讲话。突然等到四广阳拍了一个影片道歉文之后，哇，所有人这个声援的声援啦转发，转发的转发啦我甚至看到有一段文字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叫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你写这一段进去鼓励他，我不太知道你在写这个的时候知不知道那原文到底在写什么那个可能跟天将大任，如果真的要这个比较适合的话，应该是另外一篇叫做编数十屈之别院，可能适合一点点所以我就说，现在四广阳试图透过一个道歉影片，而且你真的回来看这个道歉影片，事实上对于这些东西，他其实在强调一件事：我尊重当事人的感受。这句话很有趣，就是说，其实你的事情对或错，其实你可能对他自己本身来讲，他并不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他补了那句：“我今天道歉是因为我尊重你的感受，你觉得不舒服啊？我今天看了坤城一眼，坤城觉得不舒服，好，我尊重你了，好，对不起，好，是我错了，但我根本压根不觉得我有错啊，因为这叫做我尊重，所以我不太理解说他为什么现在传出来讲说字字句句都是他们整个的团队，包含律师，大家一起努力啊写出来的一个结果。好，重点是影片拍了，你说他都没有回应吗？他也回应了。”可是呢，回应完了之后呢，开始第一个大家都看到说这个万美玲就直接把这个回应的部分因为他的老实讲，士广阳的脸书应该是最近这1-2个礼拜比较多人会去看的那他就说，来贴了他的这个脸书的连结，对不对？那士广阳针对网络指控的声明回应，不管时间再久远，有做错的事一定道歉，但不实的指控将交由司法厘清真相。这又回到了其实当天在看士广阳的那个说法里面，他说他会面对司法，可是当时我就讲他的提那个概念听起来就是你再讲我，我就觉得这没有，我就要告你。当然我觉得啦我个人我觉得要持平来而论，如果没有的指控你硬要讲人家，这你本来就应该要负这个责任。可是大家会觉得就是说，你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是一个要拿取权利的人。在过往所指控的这一些的东西，如果没有，你大可以否认嘛。他否认很多嘛，包含12项。我没有偷吃鸡排对不对？老像我也不是鸡排本人，我也没得说什么。就他今天否认了，我们也只能这样看。那除非有人愿意具体讲，不对，你吃了我的鸡排或什么的。可是问题就回来了。当万美玲的这一个出来之后，大家就看到陆续呢，就有在这个群组里面就也有很多的这个有些其实说里长开始在转发开始里长在转发。你看这边桃园市这个应该看很多军系的啦然后还有什么黄埔四海同心会啦这些呢大家都贴了一样的东西这个同样还是万美玲嘛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刚刚那个完整的复制贴上士广阳说法怎么样然后就交由司法厘清但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我觉得，因为士广阳他现在是要一个争取权利的人议员本身也有权利虽然他是一个民意代表而已那我觉得对于社会来讲，在这件事情上比较不能理解跟难以去想象的，其实是因为以万美玲本身来说，他除了是立法委员之外，他在教育界的这一块，他很努力的去担任所谓的家长协会一大堆的这个头衔。那对我自己，我也成为一个家长嘛就说我们认为家长会或者家长协会或什么的，只要跟家长有关会，基本上都是为了要保障或者是促进孩童在学校里面他所受到的处境或者是待遇或者是怎样，他成为家长跟老师学校沟通的桥梁。可是士广阳出现这个问题，却是因为士广阳的作为有可能其实在那个的当下损失了其他学生在这个学校里面应该有的受教权，或者是公平权，或者平等权。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可是万美玲从头到尾的展现的态度，这个声明除外，这个的写法除外因为这写法老实讲，这个无关痛痒嘛就是只有强调就不实的我要告嘛就说这件事情他反而完全不动声色。今天大家在委员会堵他嘛，说交通委员会是要堵他，结果他今天也都没出现这样子他反而在这件事情不讲话。刚刚陈雪生的那个，你小时候没偷过东西对不起，我真没偷过。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委员，你小时候偷过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我不能理解接下来会不会？我们都讲，我都说现在我都还有机会在跟小朋友讲话的时候，我的志愿一定要写，不要当总统，不要当太空人，你要写我要当立委。会不会你这种立委居然就告诉大家谁小时候没偷过东西？以后你小孩子做坏事的时候，你就要教育他，没有有个立委叫陈雪生说小时候都可以偷东西这是人生成长必经的过程。不，他不会坏掉嘛。第二个是刚刚提到有一位里长姓简的这一位啦他也为了要去这个帮士广阳这个说明嘛他居然说的是政治人物哪一个没有签过6合彩？委员，你签过没？要问桃园的我不知道那个议员签过6合彩吗？没有。原资委员签过6合彩吗？不是，怎么会有一个连长？不是，政治人物不是都会签6合彩吗？甚至提到说他取绰号的那件事情，你看他的留言。之前已经荒谬了，就是说你女儿有什么就给人家写那个，我也讲实话，职业是另外一件事情，你那个是充满恶意的。后来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又继续再讲一遍，
那人家就是为了炒新闻嘛，不是？你们不能把这件事情，他好不容易拍了一个影片，想要止血，你们旁边的人拼命把他往他身上泼，然后弄到最后，他到底是道歉了，到底人家已经怀疑说这个道歉没什么用了，你们还在那边帮忙补了那几枪，谁小时候没有偷过东西？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不起哦，我们小时候在场，我相信在座所有人应该还有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有多少人有机会经过少年法庭？你真的要这样谈论的话吗？就说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厘清事情或者帮他减缓没有用，但陈雪生那一句话今天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会上啦，不用担心啦。对，那个桃园的议员最清楚嘛。他会上啦，不用担心啦。对，那个桃园的议员最清楚嘛。不，将军，所以完全不影响选情，但这已经不是单纯选情的问题，而是这整件事情好。那当然霸凌，那司广阳当然他也面对镜头也鞠躬了。他也说道歉，只是那道歉的内容，包括后面讲的那些词，是不是让大家觉得说，你是不是真诚的道歉的那个感觉？那所有这些，尤其是刚才任俊讲那个态势，有人形容词用全党救一人，现在是有搞成这样的感觉吗？或是在桃园这个地区，尤其是你们那个选区里面，感觉上某一个系统，所有的人去救一个人，是这个样吗？诚心诚意的救，加油有几种？一种是真的帮你加油，好的，一种叫火上加油。大家看到这一些帮司广阳加油的人，那些留言，那是诚心诚意的加油嘛？加油会跟他讲说，你担任的职业比较特殊，你的女儿会担任那个职业吗？有人会讲说，这谁没签过6合彩吗？谁没有这个偷过东西吗？谁没有这个小赌一下吗？这不是真的加油这是拉高仇恨值这是故意的吗？还是？这有两种，一种是他们以为他们在认真加油，还有一种是我知道这个是反串的效果，我刻意要这样学。高级黑哦，是哦，高级黑。你觉得这是高级黑？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国民党2022年桃园我们第一选区，他们总共提出7席议员候选人，7席全上，最后一名大概也是拿到9000票。OK，7席全上。那他们有多少票呢？在这个选区，万美玲那次这个立法院选举，拿了大概将近11万票，11万票7个人分，全部当选，全部都当选。最后一名大概9000多票，第一名林涛大概21000多票，全部当选。那么票数在这里，我们就假设嘛，这票数没有萎缩，没有受到这次事件的任何影响，就等于说司广阳的事件没有影响，穿过水无痕。那这109000票，如果还是7个人分，一定当选。这次9个人分这次有9个人分，9个人啊，9个人分，国民党提9个，国民党提7个，加上一个副议长的女儿用报备参选，OK，再加上民众党的徐千晴，9个人，9个人分7个人的票，那大家认为这些人今年的心情跟2022年的心情是不是差很多？当然了，我9个跟7个是啊，差多了，差多了。而且一般这种多席次选举，大家票就是自己在票框里面同党的人去抢啦，不要去抢到什么民进党或其他的人，你也抢不到。对啦，就是在这将近11万票里面，这9个人去捞，谁捞到前7名谁就过关了。然后绿营的呢，还有台派，这样子我讲台派包含我嘛台派上一次2022年他们是提几个？6个加1个7个人，这次少提1个，票数一样，将近9万票，8万多块，快9万票。上次是7个人分，这次剩6个人分。那大家认为焦虑会在蓝的还是绿的？当然蓝的嘛。上次7个人的票9个人分，人家上次这边是呢少1个人分票，所以焦虑感就出来了。那焦虑感出来怎么办？焦虑感出来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我希望司广阳的票越高越好。因为他的票拿得越高，最后一名当选门槛就变低嘛，就出现一个超级大吸票机，吸了2-3万票，那最后一名就9000多票，而且2022年是几个人选？27个人选这次到目前为止16个人，少了11个人少了11个人就表示当选门槛一定会增加嘛，会提高嘛。那大家认为国民党的这一些候选人紧不紧张？他非常紧张啊，他非常紧张，对，所以紧张就造成了30年来我们第一选区头一次变成全国选举热区，从来没有过。我们这一区以前谁管你啊？哪知道有哪些人选？这边热区
变热区就造成一个状况，谁的声量大，谁的票数就多。哦，那四管杨声量现在全桃园第一啊。那你说的声量是不管那个声量是好是坏，对，只要有声量，你觉得那个票就会高，所以现在再怎么讨，我本来还在想说，因为毕竟万美玲委员他在桃园，你说不管地方的经营或者在立法院这些，他总是第一高票嘛，第一高票，而且他的第一高票不可讳言，四广杨一定是嫡系嘛，一定嫡系嘛，太子嘛，一定是这个样。所以再怎么样，你说2022他有帮过林涛或什么？那选民或是万美玲系统的还是会眼睛看着，那你毕竟是四广杨，你是他的小孩，所以发生这些事情，大家还是，但是你要帮忙，要去把票给他，或是你要去帮他讲话，也要看看什么事情。对，所以您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反正四广杨现在声量被打高，所以他的票就一定高。因为万美玲比较忧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让人家知道四广杨是他儿子。哦，那现在不用讨论这件事对，不用讨论。你想想看，如果他弄个海报，上面写一个他是我儿，对不对？大家支持他，这很难看嘛。哦，现在不用了。现在应该不是全桃园，全国没有人不知道四广杨是万美玲的儿子。是，所以万美玲的票会100%的灌到四广杨身上，一票都不会掉，一票都不会掉。所以这件事情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对四广杨没有影响。但是对国民党其他的议员候选人影响很大所以反而造成吸票的效果。对，他吸票嘛，那就会有好多人会落选嘛。那为什么林涛跳出来了？林涛跳出来，因为林涛不能不报恩。2022年没有万美玲就没有林涛。对，那他必须要跳出来。那可是这个报恩呢，当四广杨市的这个事情烧得越大，万美玲会做一件事，我票要顾得越紧。因为闹这么大事嘛，我一票都不能少啊。那当万美玲的票全部回收给四广杨的时候，那林涛怎么办？那林涛怎么办？那国民党吊车尾的那个市议员候选人怎么办？所以这才是他们焦虑的地方。不过现在整件事情，我不想看成烧成这个样子。当然，对万美玲委员来讲，那当然你看到镜头，那一定有记者会去问他了或什么。可是这整件事情又牵扯到了地方的选举，刚刚将军讲的，包括那个分票的一些的过程。可是这件事的本质，对，感觉上不这么重要了。就是他对于选情也不会有什么。我们不是说讨论这个要去影响哪一个地方或哪一个人选情，而是这个本质这件事情，霸凌的这件事情，看起来讨论就是对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大家讨论完就过去了，是这样吗？不，我哥讲的本质才重要。就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讨论四广杨这个人这件事情，就是从霸凌开始嘛。那霸凌是因为他现在要选桃园市的议员，他是公众人物，然后他妈妈万美玲呢是立法委员，所以这件事情有值得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来讨论霸凌这件事情。霸凌不对嘛？我相信不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或是民众党，大家对于霸凌都是零容忍。那如果对于霸凌都是零容忍的话，那为什么国民党会让四广杨从小到大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都有霸凌事件，有这么多人出来陈述说他们在不同的阶段都受到四广杨的霸凌？那这样子的候选人，为什么国民党到现在没有人出来说你这样子做的做法是不对的哦？没有人出来批评说，四广杨你这样子不对哦，反而是很多的人。好，我们目前都看到说很多的留言都在支持四广杨，那所以就模糊掉说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四广杨，你如果这些所陈述的霸凌的事件都为实的话，那为什么四广杨你今天有这个资格来选桃园市的议员？第一个，第二个，在高中的时候他自己也承认涉及到职棒签赌球板的这个事情，那如果这件事情他自己都承认了，那有这件事情。你去做职棒签赌，那你适不适合作为一个市议员的候选人？那我们认为不适合。我们认为说你要当一个市议员，至少你在不论你的道德或者是你的法律的标准，你都要比一般人都还要高嘛。那不然选民认为说我选一个有霸凌的、有职棒签赌的，比我都还要糟的人，那为什么我要支持你，把你这个变成我们的这一个在议会的一个代言人？我觉得这讲不通嘛。那为什么我要支持你，把你这个变成我们的这一个在议会的一个代言人？我觉得这讲不通嘛。所以事情的本质在这边，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国民党从他的地方党部到中央党部，甚至呢，这个因为万美玲是立法委员嘛，立法院党团到现在没有人会出来说，这件事情不对，甚至看到陈雪生来讲说，
啊，小时候谁没有偷过东西？没有啊。没有人因为小时候偷过东西，然后长大说我要当民意代表或是当立法委员的嘛，所以这件事情讲不通哦。那当然他的一个本质在这边啊，接下来就会讨论说，那这个人适不适合当议员？我们认为不适合，但是你说他会不会当选议员？看起来是极有可能嘛，因为你从万美玲他选这个立委，2024年选立委的零头给他的儿子释广阳。就当选了嘛，对啊，那所以尤其在多席次的这个选区，议员你只要5%到8%，甚至我刚才听将军讲，你只要大概1万票左右，对，在那一区就可以当选了。那真的啊，那只要这个万美玲她在选立委的零头拨给释广阳，那释广阳就当选了嘛。那这件事情你说合不合理？我认为不合理。那你说公不公平？我觉得也不公平。那你说这样子，这个人那会不会当选？看起来是极有可能会当选啊。有没有听到蓝营有一些人，或是在这一次整个事情留言的人，有人就把包括赖瑞荣委员的事情拿出来讲说，哎，不是啊，那你们民党也有赖瑞荣那些事情啊，干嘛一定要这样对释广阳这样？这件事，或是有人就是过程你也看到有很多人讲那就是小时候的事，那都小时候了，那他长大都已经这个样了，他也道歉了，干嘛还一定要感觉上还要追杀的感觉？好，如果他今天不是要选市议员，我们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公共资源来讨论他也不会讨论说他小时候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第一个他要选的是市议员，以后有可能会到桃园市议会，所以我们必须要花时间讨论说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当市议员。第二个。的确，刚开始在因为这个铁拳教育这件事情，哇，他们就影射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讲赖瑞荣，就会发现没有啊，这件事情其实跟万美玲、跟释广阳其实情境更为接近啊。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点上，有这么多的这个网络上面就开始出现说啊，这个释广阳之前都在霸凌谁，没有人再把这件铁拳教育这件事情跟赖瑞荣连在一起了。因为在讲国民党就没有这个立场了嘛，所以其实释广阳的事件出来之后，那个我看这个国民党的侧翼没有在讲铁拳教育这件事情了，因为你讲这个你丢脸嘛，你讲这个那就问柯志恩啊，那万美玲的事情你怎么看？那释广阳的事情你怎么看？那所以说这件事情。之前本来大家要把这件事情影射，说啊跟这个赖瑞有关，那后来现在没有了，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说这件事情其实是跟万美玲跟释广阳的关系更密切嘛。你要去想说那个铁拳教育里面在校园里霸凌这个情节，不就是释广阳现在正在做的嘛？那所以说现在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本质，还有在想说，他会不会当选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极有可能的嘛。那刚才将军有提到林涛啊。那林涛也在脸书上面也有 po 文了嘛，就 po 一张他应该是万美玲在选立委的时候，2020年，2020，他还陪他的这个照片嘛，2024啊，对，林涛如果没有万美玲拨票给林涛的话，那时候应该是朱立伦拜托万美玲支持林涛，应该不是拨票，是100%灌票，灌票。好，那如果没有万美玲的灌票，林涛不可能当选嘛。好，对啊，那所以其实林涛自己也知道。有人说我危险呐，我没有组织盘呐，好，但是我会坚定跟市民在一起，他有危机感啊，他有危机意识啊，因为毕竟万美玲自己的亲生儿子要出来选的组织票，所有的票，万美玲可以动员的票，那其实都会给释广阳，不会给林涛了嘛，所以林涛会有危机感啊。不过我觉得对万美玲来讲他儿子要选那个议员，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可能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开始在提前演练。他的立委选举了哇！你看陆战哇，这么多的里长都帮我讲话，测验一下里长对我的这个忠诚度。空战也开始啦，在网络上就开始在留言，全面来支持释广阳。所以对万美玲来讲，就刚好利用释广阳这件事情，提早操兵演练他的这个2年之后的立委的选举。如果照坤城刚才讲，云之，那以国民党来讲会怎么样看这件事？刚刚坤城特别把这件事情，就是铁拳教育出来的时候，那有很多国民党的人直接去讲赖瑞荣什么什么，但等到释广阳这件出来以后，大家就不讲了，因为讲了以后怕被回头问到柯志恩什么什么这些，所以对国民党来说，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我先讲客观事实了，因为有关于释广阳的爆料，很多都是在网络上面吹嘛，一个一个这样子出来。那当然，这个释广阳到底做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认识他嘛，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嘛。当然就是以他讲的为准嘛。那后来他昨天还是前天拍影片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原来网络上传言有真有假，他有的有承认，例如说他说什么5岁的时候可能有几白浇到人家头上，这个他有觉得说如果不好意思，他愿意道歉。然后还有一些他有承认，可是承认5个，12个他没有。对，很大一部分
大家以为是真的，他都说没有啊，都是子虚乌有啊。例如说，他说他没有剩下鸡排啦，坦白说，我也不觉得吃同学鸡排怎样啊。对，我们以前东西也常被同学拿来吃哈，都吃鸡排啊。然后呢，说什么他要警卫去罚写名字，他说没有嘛。然后他说什么他妈妈什么为了他在篮球队被他打，所以要求解散篮球队，没有嘛。他说篮球队解散跟他被打差了3年嘛，不是因为他的关系。然后呢，他还有包括就是那时候也污名化万美玲委员，然后说好像万美玲委员很宠溺这个施广阳，所以连施广阳的缺考都会要求全班陪他补考，这个东西也没有嘛。那很多说万美玲用特权去保护施广阳的，后来他们都说没有。那万美玲自己跳出来讲，她是虎妈，然后她说她其实对她的教育很重视，然后甚至于施广阳那时候去签球板的时候，还是她自己主动把他送到警察局的去。所以这个东西是有真有假。那真的部分呢，他面对道歉该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他们家尊重他们家自己的决定。那但是很诡异，就是问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假的讯息出来？理论上来讲，9合1选举的重点从来都不是议员，大部分的议员都连讨论都不会被讨论到。可是为什么会忽然间这么多假的讯息要去攻击释网阳？那一定背后有一个目的嘛？什么目的？那我刚刚听坤城委员听起来感觉好像是不是有要护航赖瑞隆，所以呢才刻意这些假的讯息通出来了。没有，不是，你刚好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你们之前想要用这些东西影射赖瑞隆，然后后来发现说这件事情其实跟你们更像，所以你们的网军侧翼就不敢再去攻击赖瑞隆。所以你知道吗？真的，他刚刚这样讲，就是让我想到一件事情。你知道我最近不管在 FB 啊或者脆上面 PO 什么跟这个施广阳无关的东西就是随便质询什么东西。都一大堆网军来洗耶，他说那你要跟万美玲学习呀，你怎么不对施广阳讲2句话啊？你怎么不怎么样？就是所有的网军现在全部都在攻这个施广阳这一题。那我想说，施广阳有那么重要吗？你说他其实是想要攻万美玲，万美玲也没有今年选举啊，有这么重要吗？会不会其实是36计里面的围魏救赵？就是说现在呢去攻施广阳。然后呢，赖瑞隆这件事情，刚刚那个坤城讲的，就没有人敢去骂赖瑞隆了，所以这些所以才会把这个事情炒成这个样子啊。好，那可能是这样子，不然真的很像刚刚将军也讲了嘛，议员选举，你们上一届哪一个议员有得到他这样的待遇吗？应该没有嘛。不是上一届，是从来没有嘛，从来没有这么热过。所以我话说回来，但是这个都跟那个施广阳要怎么做无关呢？我觉得。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确实可能想说真假算了，这样回不完了，不想回。可是后来发现说这个实在太多这样的消息，不回也不行，所以后来就录了这样一个影片，然后穿白色衣服，然后鞠躬，然后有的承认，有的道歉，然后有的说法律途径，但是那就看能不能够止血嘛。有的承认，有的道歉，然后有的说法律途径，但是那就看能不能够止血嘛。如果可以的话，那可能就这样；然后如果不行的话，那可能他们也会有接下来的做法。来，坤城要不要回应？你们在围魏救赵吗？刚才他直接讲说所以是民进党在操弄这些吗？对，他的说法就跟罗廷伟一样啊。罗廷伟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民进党的网军侧翼在操弄的啊。他还是说这些是有的没有的不用花4个时间来讨论。隔2天就施广阳就道歉了嘛，所以说施广阳道歉，表示说这件事情的确有做嘛，没有做的话他就不用道歉了嘛。那为什么出来道歉？第一个有做，第二个压力太大了，也可能会伤及到万美玲嘛。因为万美玲现在在立法院人家记者问到相关的问题，就从来没有在答复嘛，所以是万美玲、施广阳他们必须要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来回答这个问题，那结果呢不回答，那这么多人以前有被霸凌经验的人出来讲说以前有怎么样，那结果呢国民党反而讲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一定是网军？所以我觉得你的说法就跟罗廷伟是一模一样的，不一样，就是你没有去正视说问题的本质在哪里。他为什么要去霸凌这么多人无辜的人，从小霸凌到大？你们都不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哪里，然后讲说有这么多一定是网军一定是围魏救赵。那所以问题的本质呢在哪里？所以国民党你们要去了解说问题的本质是霸凌，那有球板
迁赌的人适不适合来选议员，就这么简单啊。我刚刚讲了嘛，两块嘛，有的他要承认嘛，对不对？他要道歉嘛，那该怎样就怎样嘛。然后我相信他们家会妥善处理。但我刚刚质疑的是说，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虚假的讯息出来？那就是有人在操作啊。那操作的人是谁呢？谁有这个动机呢？操作这个东西对谁有利呢？我刚刚的灵感就觉得说，哦，应该是对赖瑞荣有利。不然的话，为什么连我随便 po 一个文，都一堆人来问我四广阳的事？四广阳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回复一下哈，其实四广阳这个事情，我真的不认为是什么对立或者是围魏救赵。因为我跟万美玲认识很久，我从来不会有，我跟她认识非常久。四广阳的事我都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很多人说你们两家这么熟，我真不知道。你们两家这么熟，那有一则误传的是，你们本来差点成为儿女亲家。现在有这回事。现在全国想认我当岳父的人非常多。哦，真的哦。对，我把我女儿的照片 po 上去，很多人认我想当岳父。那我女儿跟四广阳完全不认识所以什么时候认识？我去跑拖，她帮她妈妈跑拖就碰到，我就跟她讲这是万美玲阿姨的女儿，还有那个儿子，这是我女儿，就这样子而已。OK， 那就为什么他们会传这一篇？希望拉我入局来打万美玲，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别人打万美玲没什么效果，我跟他因为交情很好，我打万美玲有效果。将军，你跟万美玲委员的交情应该是那个时候你在国民党长期以来，包括当主委，对，我当主委，帮他辅选。那当你离开国民党以后，你们交情还在吗？不谈政治。你看，不谈政治，我们俩都政治人物不谈政治，就是你有你的政治理念，万美玲有万美玲的政治理念，然后投票的时候。各拉各的票 ，OK， 不冲突嘛。那所以我说这一次为什么四广阳的事情会这么赤裸裸被抓出来？那不是政治人物去挖的，是四广阳在从5岁开始一直到他念大学这段期间，他的朋友挖出来的。否则这些小朋友的事我怎么会知道？不要说四广阳啊，我的女儿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事情是学生们、同才们、同学们挖出来的。所以才会在脆上面烧的这么大，而且烧不是最近烧的不是最近烧的是去年就开始烧了。听说他要参选就开始烧了。那这些事情，你说是有他以前这些同学觉得他以前的行径让他们觉得没办法忍受，所以他们要做这样一些爆料。对，元之刚刚讲的是有真有假，有黑有白，是不是有人刻意要去做操弄？可是你觉得是有些人受不了过往的行径？他不认为他是一个适合当议员的人，所以这些他的同学才会出来爆料。否则我说那个什么迁赌的事，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万美玲在议会质询的时候，他没有说是他儿子。是，如果是他儿子，他不能质询，那涉及事务。所以他是针对事情，我们不知道那是他儿子。然后还有呢，有关于这些什么头上涂白胶啊，然后。他也都还骂人家阿拜啊，这个我们怎么会知道？这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也就是说他的行径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听到这个事情，早在事件发生之前，就有人跟我讲，因为我是市议员嘛。OK， 你知道有一个退将的太太，她因为我是市议员，她跑来找我，她说北辰你是市议员我真的必须要跟你讲一件事。我说什么事？这是2022年发生的。她说听说万美玲的儿子要出来选，这个人。不能让他出来选，很糟。我说，大嫂，怎么回事啊？他就讲了很多，就包含了最近爆料的内容。他就跟我讲，我说你怎么这么清楚？他说我女儿跟他同班，但他女儿不是被霸凌的，他女儿是旁边看到的。那时候是2022年，那我的回复就是说，我说放心，2022年是林涛选，他不会选。他说好，那这我就安心了，他就回去了。2022年就发生。那这次他有没有再找你，跟你讲说他为什么出来？有。OK， 有。他说你看。我讲的都真的吧？对不对？虽然说12件他没有承认，没有承认的不见得是假的。然后呢，承认的表示是真的。那这么多里面承认1件就不行了嘛？霸凌零容忍全桃园我们在议会都宣示过，对于霸凌零容忍。OK， 不管是学生霸凌老师，老师霸凌学生，学生霸凌学生，都是零容忍。那可是为什么换到了立法委员儿子的身上？大家就给他个机会呢。那些被你修理的老师，有多少老师因为霸凌被革职、被离职啊？多少啊？而且不是今年，以前被霸凌被翻出来，这老师都被处分。那为什么不给他机会呢？为什么不给他们机会呢？所以标准要一致。虽然我说我跟他交情很好，可是我讲嘛，他要选择出来竞选，就要接受检视。我们也是啊，元之也是啊，昆城委员也是啊。
我们出来参选政治人物，你就没有什么说，你为什么要挖我隐私？谁叫你要出来选？谁逼你出来选？出来选就要接受，为什么？因为以后你要为民喉舌。那以后会不会有人像你看，有人被霸凌会来找我？那会不会有人被霸凌以后去找士管杨委员、士管杨议员呢？那如果去找他，他怎么讲？我儿子在学校被霸凌，没关系啦，我以前也霸凌过人家了，过去就好了，是这样吗？这整件事情，但猴子。士管杨有公开，不是公开，他有拍影片，对着影片道歉啊，或者什么这些。但是你有看到质疑的人就讲说，那个道歉就是感觉上那个真诚度啦，或者什么，就是受害人到底有没有感受到你的真诚？像有志最近就讲说，那就要道歉，那就开记者会吧，因为赖瑞有开记者会嘛，大家就一样开了记者会，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比拟吗？我觉得他是开记者会没有什么不好，但我必须要讲，他跟赖瑞荣的状况不太一样。好。赖瑞荣的小孩未成年呢，好，所以要面对的是父母士管杨是成年人好，所以你要自己负担责任。所以你跟我讲说，因为士管杨赖瑞荣就没事，不阿好啦，那好好康那再去挖几个，他赖瑞荣都没事，不可能嘛？赖瑞荣碰到这个问题，你还是过不去嘛。那柯志恩他还是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嘛，对不对？你一个老师跟一个霸凌的家长，那个对比不会因为万美玲他又不是士管杨他妈。对不对？万美玲是士管杨，我说柯志恩又不是士管杨他妈，对不对？所以就是说那个东西，就是说士管杨的事情，大家当然会去质疑说，你们蓝绿都一样黑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那也不表示你就是对的，不表示他有事你就没事嘛。那我必须要讲说，士管杨的状况就是说，我认为他应该要说清楚，因为我这样讲哈，很简单，就是说，更生人有没有权利选举？士管杨的状况就是说，我认为他应该要说清楚，因为我这样讲哈，很简单，就是说，更生人有没有权利选举？有嘛，对不对？士管杨他如果违法已经受过处理了，那他就有选举的权利，只是说选民要不要投给他嘛？那刚刚大家也讲过了，投票门槛并不高，所以即便他有这些事情，而且我们议员立委里面黑道的一堆嘛，对不对？又不是他又不是第一个。但是网络，大家他霸凌这件事情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这件事情没有得到原谅，没有处理嘛。我今天犯罪，我已经受了惩罚了，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过，可是你霸凌这件事情，理论上来讲，你要真的要去取得当事人谅解。所以那个影片的那个道歉，你觉得不算是？我觉得当然不是啊，你中间到底有多少件，你要去取得当事人谅解，因为这件事情没了结嘛。这种的污点你要选上议员没有问题。要选上立委几乎是不可能，可能不只是立委民进党南部多少立委当初出一件事情就退选的，对不对？你说那个时间过去还可以选吗？那个委员都以前因为我在想，将军大概更清楚啊，这个本来的接班布局可能因为万美玲委员在桃园那个大概得票，每次立委选举他应该是第一高票。桃园分为南北，北桃园王是万美玲，南桃园王是鲁明哲。OK， 就是2030年这两个人终须一战。好。那本来的布局一定有一个想法是，如果要是一路的话，那就接下来桃园市长，那是不是有可能接班？是。那既然接班的话，立委这一席空下来，那如果要是士管杨当初没有爆出这样的一些事情，如果议员接班完以后要不要接立委？政治世家有很多都是这样讲，这非常正常。但如果照猴子那样讲，就不用再想后面这一段。对啊，所以你如果只要作为议员 OK 啊，但是要上不去嘛，所以你们就要去思考说，是不是还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这一次一定脱一层皮嘛，你甚至会影响到你万美玲下次要选的时候，大家就会讲，因为我刚刚讲说，士管杨是成年人，那现在大家还没去追究说，士管杨当年的行为里面，你父母有多少责任？现在万美玲说他说怎么篮球队解散跟他妈没关系，如何，但是你最后一定大家会去继续去追这一个东西嘛，那闹出来来讲对你来讲也没好处。没有，我补充一点其实刚才猴子讲的真的是讲中重点，那要不他讲我还不好说，因为我跟他那么熟，我要告诉大家一点重点，万美玲从政从2002到现在，他几乎没有什么把柄给人家抓，因为他不是一个恰牙牙的立委或是议员，他算比较柔和的，所以大家觉得，虽然他是国民党也还好，所以有些浅绿的，说不定还支持他，可是这一次这罩门被打中 ，OK， 他的罩门就是儿少保护，儿童教育，反霸凌，这是他的核心价值，那可是呢，
他的孩子不管是5岁的时候犯的错，还是国中时候犯的错，还是高中时候犯的错，还是点外卖犯的错，都有犯错。那如果你是这么一个推动核心价值、儿少保护、跟教育、跟反霸凌的一个立委或议员，当你的孩子都教育不好，这个在2028年他立委要连任的时候，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现在看起来，明凤这件事情会局限在桃园这个地区吗？还是除了桃园以外，整个四广阳这样的一个事件会去外溢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在桃园，就是在四广阳身上嘛。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他道歉，不管你觉得他有没有诚意，其实闭嘴以后就好了。那现在就是会越闹越大，闹到今天还在讨论，就是有一堆人会讲说，就旁边那个人不要多嘴的意思，加油的，加油。我们小时候谁没偷过东西啊？这个会牵动中间选民，你知道吗？你家小孩这个霸凌，那你就点点好，然后他们家也是都点点的嘛，就点点道歉就对，就叫道歉。那有人觉得说你没有诚意或怎样，那有些人就是有些人还是会继续支持嘛，因为他们家是靠这个所谓陆战为主嘛，那就是不会扩大那个效应。可是呢，你东讲一个啊，林佩祥说啊，你叫他退选会不会太粗暴，什么东西的？然后那个里长又开始下面讲说，哎呀，你这个女生为什么要去做那个职业或怎样？然后陈雪生一个堂堂的立委讲说，谁小时候没有偷过东西啊？这种东西大家都觉得很好笑，笑死了！我偷什么东西啊？我听到这句说，我小时候偷过什么东西呢？对不对？我会想到，然后你家小孩是霸凌别人，有时候家里面小朋友调皮，你会偷爸爸钱。我今天问黄创夏，我说你小时候偷过什么东西？他说他偷过爸爸的钱，那是家里的钱啊。那问题是你家的小孩不只是霸凌别人而已，就是小朋友幼稚园5岁丢人家白青就算了，可是你最严重的是那个迁赌的事情迁赌的事情你可以继续选议员吗？然后今天国民党所有的人都轻描淡写，甚至叶元之还讲说什么不实的消息都传上来，什么东西的都是假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反而护到人家就觉得说，我不把你底掀个底，我不甘心嘛。因为他的确道歉，他也承认他有做错事，那你大家可不可以原谅他？是桃园的这个市民决定就好了嘛。可是你们一堆人就在讨论小时候什么偷看不摸代机啊，那怎样？然后可是大家也不想对标你们当时怎么对赖瑞荣，可是赖瑞荣小孩没有要选啊。要选的是，那你今天是霸凌的本人要选举啊，你这样对标对得准吗？那所以说，那赖瑞荣后来也是有道歉嘛，然后有处理嘛，后来也没有再讲话了那他们民进党同志也没有像陈雪生这样子啊，对不对？小时候谁不偷钱啊，什么东西的？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完全就是你国民党那种护的心态，护到大家。就是没有，就是看不下去，怎么这样一个人？然后，当然觉得说你当然是万美玲，当然是为了市长做准备，就接班嘛。那你这个小孩未来我们想到你还可以做立委，那你会霸凌其他人？当议员之后会不会霸凌其他人？那你到底彻底改了没嘛？其实我觉得说到议员，大家觉得说还是可以接受，就是说。哎呀，做议员，反正有台湾的议会喉咙这样子，议长都有很多问题，那多一个议员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就是说你们整个党的态度，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小孩没事。OK 的，他很符合，他的事情都是你们别人造谣来的，我觉得那就是没有办法引起那个中间选民的一个认同啊。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处理的，就是我虽然处理的哩哩浪浪，但是呢，我至少有处理，我有道歉从此就闭嘴就好了嘛。然后可是你们不是啊，你们就是要赢啊。就是连嘴巴上要讲到赢啊，讲到都是民养干的，怎么样？你小时候不干这些事情，民养又怎么干？怎么帮你们弄这些事情出来？而且出来600多次的阅读，都是600多万的的次数，还有爆料人都是你自己的同学，否则这些事情怎么会知道？民养会知道吗？李坤城会知道你小学5年级就会碰人家白漆吗？所以我觉得。
白胶吗？幼稚园，不是小学，对，有幼稚园5岁的时候就会喷人家白胶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们整个党不好好的处理，然后你们至少讲一句啊，我们不认同这种所谓的霸凌的行为啊，他希望他好好反省。你们至少讲一句啊，我们不认同这种所谓的霸凌的行为啊，他希望他好好反省，选民给他一个机会。你们这种讲法不会比说啊，大家谁没偷过钱好吗？OK， 这件事情在未来在桃园的整个选情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或是这一届生活到2028会有一些关联性吗？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对国人来讲的话，那在7月6号，那石板民夫在台中的一个饭店演讲完以后，发生那个遇袭的那个事情，很快那个被告呢，那个涉嫌人呢已经被抓，而且在昨天那羁押禁见。整件事情一路往下，好，那这跟老共的民主团结法有没有一些的关联性？老共是所谓有人讲说是跨境镇压，还是跨境恐吓，还是跨境所有这些是所有的恐惧感的一个散布吗？那对民众来讲会是什么样一个感觉？那当然政治人物都纷纷要表态，从总统府以降大概都有提出一些相关的一些谴责。民众党主席黄商也有提到这件事情，他怎么说的？来，关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的事情。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容忍暴力。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政府，需要的武器、工具、检警全部都掌握在民进党手中。在这个法治国家当中，你依法就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你就把真凶给找出来，而不是一天到晚好像忘了自己是执政党，然后继续的用嘴巴或者是用绿媒在渲染的方式，来处理这整件的事情。来，任瑞，这是台中地检署的新闻稿，它上面直接这里就直接写到的是涉嫌伤害等跨境镇压案，没错，新闻稿直接用这个词了。那其实，在昨天第一时间说已经这个逮捕了这一位廖姓男子的时候，事实上后来稍晚之后有传出一个讯息啊，说检警其实逮捕他之后，并没有急着讯问他，而是先去调出，就是说他在7月2号入境之后所这个待过的地方，所以后来才有讲说他曾经待过3间的饭店嘛。那另外还有一个同行的人哦，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同伙，还是其实只是同行？其实目前来讲，现在有人定调是同伙了啊，说他已经提前先出境了。那我看到有人解读是说，这为什么提前先出境，就是已经把他丢包了，让他一个人处在那个地方。我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而且这个人，这个廖姓嫌犯，如果照今天最新的资料出来，大概只要晚个10来分钟，是他真的就走了。他现在其实按照这个地检署的整个的这个新闻稿来说，事实上6号当石板民夫接受到攻击完了之后呢，你从那个画面上面看起来哦，那个男子其实还蛮轻松自在的离开，不过那个时候手上没有任何的包包，好，没有任何的东西。那所以你现在在这个画面上面，他出手这个，而且看起来他前面那个对话是说那个石板先生，所以有先确认哦，有先确认这个对话其实重要的啊。然后呢，他就离开了这个饭店，完了之后呢，看起来是说叫了这个计程车嘛啊，叫了多元化计程车，直接往那个机场的方向离开啊。那有几个讯息大概是这样哦，第一个说他在机场的时候，因为有查扣他的手机了，那他其实在那个车上的时候就已经试图用网络购买机票。那据说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回到这个香港去，结果香港的机票到下午5点钟之后才有，所以呢，他觉得那可能待的时间太长，因此到了机场去之后，到了台中机场之后，他用临柜购买的方式哦，买了一个韩国的廉价航空公司的那个机票，直接想要前往釜山，那个时间最快，那个时间最快，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说检警到那边的时候，他只差15分钟左右就让他登机离开了。那当然，你今天到现场去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他本来穿的是黑色深色的衣服。然后呢，这个到了机场去的时候呢，大家在机场上找到他的时候，他身上已经不是黑色的衣服了，他换成了白色的上衣，后面有那个 tattoo 类似像 tattoo 的那个图腾然后呢，裤子也都换掉，表示他换装。结果呢，警方在他随身行李里面找到了原先穿的那一套的衣服。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说，警方当时在机场找到他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认错人了。那老实讲，就是认错人这几个字，我听到就心头一惊，就有很多的想法啊。第一个啊，这个是不是他跟警方讲你认错人了？打人的不是我，这有可能吧？那第二个说认错人了，是不是打错人了呢？因为这几天廷辉林廷辉老师他就讲说，会不会因为我长得太像石板了，他现在自己也都自我解释。没有了，他那个警方不是有讲说他在现场的时候，他有问石板先生，对，这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应该不是林廷辉。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嘛。他一开始有个对话就是石板先生，那因为廷辉老师这2天上节目的时候都一直被问到，我当然知道他开玩笑，他说他一直好几个通告找他问他这个事情但我又回来看其实老实讲认错人，我刚刚有什么心头一惊。台湾曾经发生过选举事件里面认错人的事件2010年连胜文的案子那时候马面不是说开枪打了连胜文，然后说认错人了，所以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国民党的立委有一个叫林佩祥的，他说就他资讯来源，他听到的好像说对方说认错人了，所以大家不要先入为主。我不知道林佩祥到底了不了解整个案件同样的事情，你去问一下连胜文，他同不同意当时的事件？马面说他打错人了，是因为他们2个互换位置就认错？那不会嘛？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对话，就刚刚主持人所讲，他有先问他石板先生，然后所以石板民夫有回应之后，他才动手，但动手都不对了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国台办在今天上午的时候，针对这件事情回应了，因为被问嘛。我觉得国台办的说法也很好笑。就是这整件事情你就别回应了嘛，因为人家就直接好奇怀疑说是你们搞那个什么民族团结什么加强促进法那个玩意儿结果他居然国台办回应说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他认为呢这个动手的这个廖姓男子是基于义愤，义气的义，愤怒的愤，是基于义愤，所以这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还正告民进党当局要保障他个人的司法权益什么之类的还要确保他的个人财产、生命安全什么的。不是你国台就别说话了吧？人家敢做敢当为什么？你这不是等于是告诉大家，对他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而且再来了因为其实你知道，在今年7月1号刚开始，他们这个法通过的时候，我们外交部有发了一个新闻稿。当时外交部新闻稿就提到了跨境的这件事情当然有人用跨境镇压，我是比较反对跨境镇压，凭什么来镇压我们的人嘛再来就是说，以前大家在讲长臂管辖的时候，通常指的是什么？公权力的延伸。可是这个男子他没有公权力他现在看起来他自己在香港的这个，因为他说广东人嘛，然后在香港看起来有犯法了我套一句胡孝成大哥他在脸书上面所写的他稍微去做了一点了解，他不是个大咖，他就是个小咖，也就是被人家丢包来丢包去，随时可被牺牲的这一种孝成哥有写了一些这个话但我现在就回来讲，就是说他现在涉及的已经不是他有没有跨境去干了什么事，而是我找这种民间人士。今天为什么大家在谈论说港澳人士来台？我们现在对于大陆地区、中国地区的人民来台的时候，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入境的审查的这样一个标准。可是港澳不用。你之前过去曾经来过没有被列管的话，基本上只要网络上面申请，就像我们到韩国去、到日本去，我只要线上签证就可以了。但他透过这个方式来行凶完了之后，做了这些。现在没有人知道他这几天干了些什么事。我相信警方应该是有在循线你到底接触过哪些人？还有你上一次说有来过，那上一次入境的时候你到底接触了些？你不会这几天只为了来打石板民夫一拳，打人是不对的。再讲一次就不会只为了打他一拳，然后就急急忙忙跑走吧。那这个目前到目前为止，事实上大家就非常的好奇，那这一拳的代价这么的大，到底谁让他来做这件事情？明凤，这个有一个名词叫香港快闪打手吗？对，这个人就是号称香港的快闪打手嘛。可是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人因为他有很多的前科，然后那个也有在香港有很多这个暴力民主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中共很蠢。如果你派这个人来的时候，你不要说这个签证很容易，但是你一签证一过关。
我觉得禁管局就会盯上你。所以这是为什么警方这么快就抓到你？不是说我盯石坂民夫盯上的，我一定是盯这个人盯上的。然后否则这个石坂民夫这个所谓号称演讲的地方也是很小众啊，没有说很大众的地方。可是我可以马上追到，然后马上到这个机场抓到你。所以说，我觉得说中共想要用这种方式去恐吓台湾的民众，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幼稚的行为啊，就是很离谱嘛。那而且你配这种有前科，你觉得你只要有前科，你去哪一个国家？你那个国家的禁管单位不会盯上你吗？一定是盯上你的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像中国，然后尤其今天国台办就一副那种，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他只是不小心打了人而已啊。然后我觉得这种话就是你就觉得很白目嘛，对不对？如果你们中国境内发生人打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样子吗？他不小心打你就原谅他，就是这个东西也是这样。那他们这个。像这样的东西啊，就是民族国家进步促进法，它刚好就发生在这个所谓7月7号，然后7月1号。那挑石坂民夫，大家觉得说他可能是，但是有跟日裔有关系，日裔之外。因为他出生在中国，他又是天机，所以说也许中国人对他特别有感觉，因为觉得他是背骨仔，就是譬如说我们都是台湾人，就你出卖我们台湾人，然后我们应该是自己人，就你是向那边，所以对于石坂民夫除了日本的这个仇日之外，他有自己就说你明明出生在天津，你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人。那如果像我们台湾人主张什么东西的话，他可能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他就算了，他对你不会有仇恨感。可是如果你出生在自己这个天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明明就是我们家人，为什么会去帮别人家讲话？所以我觉得对于石坂民夫有特殊的这个动作是这样来的。然后呢，这个所谓民主团结促进法通过之后，其实只有国民党不太在乎啦。美国国务院出来捍卫这个所谓反对这个跨境打压嘛，然后欧盟、德国方面也都有出来会注意这个法。我不能说这个中国人入境到我的德国裔或是欧洲裔的时候，他在这边很多那个油管上面都是中国人啊，他们入了美国籍后都在油管骂那个美国骂中国人啊。那如果说依照这种逻辑下去的话，依照这个法下去的话，他可以跨境打压的时候，这些所谓美裔的中国人是不是都要被受到侵害，或是的各国境内的这个所谓中国籍的这个公民都会被受到侵害？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得注意跟关注的问题啊。中国籍的这个公民都会被受到侵害，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得注意跟关注的问题啊。不过现在看起来，来，坤城，但这件事情在立法院针对老公的那个民主团结法，在上个礼拜五有一个决议文啊，然后蓝白这件事情来两位针对这件事情，好，那结果后来这件事情呢？就整个决议文，就上个礼拜我们民进党有发出一个决议文，就是要谴责中国通过这一个什么团结民族促进法。好，那我们也希望说，像这种是镇压跨境镇压、长臂管辖，这个不是只有针对民进党，这针对所有台湾人民嘛。所以我们希望说是不分党派，能够在立法院通过这个决议文。那其实国民党他们也可以稍微演一下，就是说，因为就让他通过复委，那有1个月的一个所谓的冷冻期，就稍微协商嘛，也不是说今天决议文通过了啊，那就是要求这个马上就要谴责这个中国。但其实蓝白在议事的这一个程序上面是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们连演都不演啊，就否决嘛，就否决。好，那时候林佩强他怎么讲？他讲说，不要去特别这个有什么预设立场认为这件事情会怎么样。那就不到几天嘛，7月6号，石坂民夫就被打了，而且被打这个人不是台湾人打他，是中国籍的，然后利用香港的这个护照来到台湾，而且是预谋性的在这个饭店已经这个2、3天了，预谋性的就是要打石坂民夫，而且打完之后就要跑，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本来要回香港，后来发现说班机的时间太长，有可能会被抓，就是买了一个最近的釜山，准备要离开，所以这是预谋性了。这个台中地检署的这个新闻稿写得很清楚吧？他就说是预谋性的受雇跨境施暴，然后也说呢，这个是境外势力的假借利益驱使，所以这件事情跟这个中国在7月1号通过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有没有关系？我认为有相当大的关联性嘛。所以在这种时机点上面，他所针对的是所有台湾人民。你有可能你到国外去，你就有可能就是说，现在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个反对台独就是说这个我才不抓你，或者说没有违反我们这个法律，没有啊，你今天只要不支持统一啊，不支持统一你就有可能了嘛。是按照他们这个法律规定，这边有写，他第2段有写他说这边有写。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等等等等之类的这些还有没有针对台湾？有啊，是针对台湾所有的2300万人民嘛。所以你站在保护台湾人民的这一个立场上面，你应该要去做一个谴责，我觉得最基本的嘛。那时候马英九有没有针对反分裂法？有没有做出一个谴责？有啊，2005年有啊。那为什么到现在2026年的国民党跟民众党？遇到要谴责中国这件事情，就矮一截，我实在是没办法想象。姚元智来直接回应这一块，没有，我觉得没有矮一截啊，就是他要矮很多截，他要怎么样跨国镇压，对不对？而且那一天根本就他跑过来台湾就是跨国镇压啦，跨国镇压怎么嘛？怎么？人家被打了，我们这边的管辖权又不是他们的，他要怎么跨国镇压？所以他被我们抓起来，但是他就是利用这种机会跑来台湾打人嘛。没有，这个是另外。今天石板民夫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跨国镇压？我觉得等一下我来讲但是我现在讲这个民族团结进步，我看了就觉得好笑啊！你来这边要对我们怎么样？对不对？那每次都是那一天院会，根本不是说大家有表决这个案子要不要谴责，那个根本没有在议程里面嘛。有啊，我们的议程被你们否决掉了。那我们有我们的议程嘛？对，你们否决，每一次否决掉我们的议程，知道吗？这个我要讲清楚。民党每次都来这一套，否决掉我们的议程，我们的议程嘛，不同意这个案子啊。那个不是。我们根本没有讨论到那个案子，好不好？我觉得你立法委员讲话要精准。那一天是大家表决不同的议程，那个议程是通过我们的议程，然后我们的对啊，所以你们的列在我们的议程根本就没有讨论嘛。我要讲清楚，他是不是列在我们的议程？但是你们的议程没有过啊，是我们的议程过了啊，所以不是说反对那个案子。那照你这样讲，要反对那个议程，照你这样讲的话，我们的议程里面全部的案子，你们有反对，你全部都是反对吗？那我里面有很多民生的议程，那你支持这个，你也是反对吗？那元智，我问你支持这个决议文吗？不是什么决不决，我觉得根本，我当然反对说他们管到我们这边来了，我的态度就这么清楚了。但是根本立法院没有讨论。然后至于说石板民夫这个案子哈，我觉得现在按照，因为警方已经在办了，当然就是按照警方办的，他们来告诉大家真相到底是如何哈。那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资讯来讲，确实就是那个人他是跨境来的跨境来的，而且他就是指向石板民夫，因为刚刚仁俊哥讲很清楚，他有确认说石板先生嘛，然后动手嘛，不可能打错人嘛，所以他是冲他来的，而且打完以后立刻就要准备要出境，对不对？那这个就很显然就是预谋的嘛，这个我都接受，但是就是他到底是不是跨境镇压？就跨境镇压就是习近平派来的嘛，对不对？这是不是习近平派来的？还是说有人聘雇他？然后针对石板民夫行凶，谴责不管什么模式，我都先谴责暴力，好，所以大家不要断章取义，都谴责暴力。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跨境镇压？我觉得就检方去办啊，你就去找资料啊，到底是不是习近平派来的啊？因为石板民夫讲了什么，所以他要针对他，这个就等检方来证明嘛。可是在这台中市的立案就是跨境这个镇压了啊。那证据是什么？所以是习近平叫他来的，还是说我现在我没有看到这个资讯嘛？所以我觉得所以是习近平叫他来的，所以中共叫他来的嘛，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等检方办的进度。但是我觉得，因为民进党以前也有一些操作，刻意每次发生什么事情就恶意操作的前例嘛。譬如说，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2019年那时候在选总统的时候，韩国瑜跟蔡英文选，忽然间有一个人叫王立强接受澳洲媒体访问，说他是什么中共的007啦，然后呢花2000万介入台湾的选举啊，这次要帮韩国瑜啦。然后当时我们都觉得说有那么瞎吗？我觉得不太可能。结果蔡英文总统马上就说：“哎呦，很严重啊，赶快派国安高层去了解状况。”然后呢，结果王立强那时候咬出台湾他的上线，什么向心夫妇，结果我们这边的政府大有其事，把向心夫妇全部把他限制出境啊。结果嘞，有人在管结果吗？
后来呢，几年之后呢，完全相亲夫妇无罪，查无此事，走了。王立强呢是一个诈骗犯，被澳洲遣返。那大家回想那2020年那个时候，民进党炒作成这样，把王立强变成投靠的英雄啊，结果是一个诈骗犯。所以我觉得现在民进党讲什么，像这一次啊，都还没有什么证据资料情况之下，府院党全部众口铄金说这就是跨境镇压，我很保留，因为我们以前被骗过，所以我这次会比较谨慎。来，坤要不要简单回？不是，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讲清楚哈。上个礼拜的议程我们列进去了，国民党反对，那反对这个议程就反对列在里面的案子。那我们有民生法案，你就也都反对哦，不能这样子讲嘛。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就是反对我们的议程，就是反对这个决议文嘛。那不然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个决议文啊。所以我刚才问你说，那不然你是不是支持这个决议文？你也支持什么的决议文？我根本没有看过那个决议文，我怎么表？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们就不关心啊，你就是不关心这件事情啊。我就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针对民进党，今天他的团结促进法就是说，你今天只要不是积极的主张要跟两岸要统一，其实你就有这个嫌疑，你就有可能会被抓起来嘛。那所谓跨境不一定是到台湾哦，你有可能在其他的国家都有可能哦，那其他国家都有可能就是说你主张啊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是互不隶属的国家，这样也不行嘛。所以所谓的跨境是不一定你一定要是来到台湾来镇压或是来行凶，你可能在其他的地方都有。所以为什么像美国、欧洲议会、联合国他们要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个法律已经侵犯到他们国家的主权了。当世界各国这么多民主国家都出言反对的时候，为什么国民党还在就是当作说没这回事哦？我们这个不管这件事情，反正呢跟我们国民党没有关系。将军有一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就是石板民夫遇袭的时间，7月6号。对。然后那天老共的潜舰去试射了洲际飞弹，是7月6号。那当然因为第二天是7月7号嘛，就是7月7号抗战，然后89周年的前夕，这整件事情会有一些的让人在想象中间的一个空间嘛。那当然包括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那吴钊燮他有在社群媒体上发一些资料，大家一看就说这一定是我们的乐山大佛，某种程度第一时间就可以抓得到老共的那些所有的，包括为什么他知道那是巨浪2啦，类似这些。我要告诉大家，乐山大佛在乐山雷达站，我以前在装训部服务的时候，乐山雷达站就是我们陆军的这个所谓的区域联防的目标。OK， 他一有事通知我们就要上去。对，所以我上去过很多次。他的这个所谓的学理的那个距离大概是5000公里是5000公里，很远的。那因为什么拉这么高？因为雷达拉得越高，它的折射越远，然后它这个部分还是打到电离层，然后这样反射下来，所以它几乎没有死角。所以从第一岛链任何地方发射出来的飞弹，乐山雷达站一定是第一个抓到。那大家说，这有人讲嘛？不是说。这个是这个所谓的巨浪3型，为什么我们可以判断成巨浪2型？这就是从它的初始，它的飞弹从潜舰初始的那一瞬间，它的弹道、它的速度、它的曲度、它的这个所谓的距离，就是这个就叫做参数。就按照这个距离，然后由雷达站所抓到，就可以直接判读它是什么飞弹。对，这就这样判读出来的。所以乐山雷达站有这个本事。所以第一时间抓到了，那但是呢，它这个整个射程是长达7000公里，所以到了最后面这个末端这里抓不到了，怎么办呢？交给美国的卫星持续做。到了最后面这个末端这里抓不到了，怎么办呢？交给美国的卫星持续做。尤其是在最后端它那个重力加速度入海的时候，那个是最难抓。如果等到那个时候再抓，你绝对抓不到。所以它必定是从出来的时候，它上升开始爬升就抓到了。等于说沿路追踪到最后，它同步把这个参数距离交给美国最后观测，所以可以把这个整体的这个路径抓出来，而且呢还可以直接研判它不是巨浪3，是巨浪2。那这告诉什么？所以你看，我们这不是第一次了。北韩常常打飞弹，北韩打飞弹，谁最紧张？日本最紧张。其实最紧张倒不是南韩是日本。所以每一次只要在整个第一岛链附近所发射的飞弹，不管是弹道飞弹、导弹，第一个抓到都是乐山。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一具乐山雷达对于整个第一岛链
甚至印太地区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每一次会看到说有老外在上面，有美国人在上面？因为这个雷达站不是只有中华民国在使用，它有情资共享，有情资分享。所以吴钊燮讲出来，这个讲出来以前都抓到，可是不能讲。美国不同意，你不能讲。那为什么这一次可以说？这就要告诉大家，中国在这个海域里面，它并不是你想象那种安分的国家。当它的整个导弹、潜射导弹发生到一个所谓的水准的时候，它会造成区域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揭露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中共在发这个导弹的时候，它本来预发是2发，是两发导弹，因为它跟日本警告嘛，说90分钟前告诉你我要射飞弹，但是呢，最后观察到只有1发。那如果没有这一座乐山雷达，你不知道它发了几发它初始的时间你抓不到，我告诉你，它坠海的时间你绝对抓不到，那个时间非常快，所以最后公告中国还对外说2发，那可是我们确定就是1发，那就可以研判到它在这一次的试射，它是成功还是失败？要打2发，只是成功了1发，另外1发没有设计出来的问题是什么？这都是后续相对性敌情要做研究的一个重点。OK， 欧子，请问一下，那石板人这件事情，那未来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后续这些效应跟影响吗？因为看起来暴力不用讨论，暴力一定是大家都会谴责或什么，但是可能蓝绿两边大家在说这几件事情会不会有所谓的跨境，你就要叫他恐吓也好，你叫他施暴也好，那这些可能蓝绿在这方面，那可能会真的在这个地方，但暴力是不用讨论，这个一定都是各方谴责。那这件事情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有限啊，讲句实在话，我不觉得石板这么有名啊。对，我没有跟他同台过了，但是我也不认识他。我当然从媒体上看到，我不觉得他这么有名，也不觉得他们重要。你不觉得是针对他？可他不是他石板先生，我当然是针对他。那到底为什么搞不清楚啊？莫名其妙啊！就说为什么要找石板民夫？我想说，我找委员不好吗？我如果要针对民进党、针对台独，我随便找民进党一个立委，是比石板更有象征性。我如果他看起来像是有预谋，但问题又看起来不专业。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预谋，我是不是应该在当下我就去买好机票，才去做的事情？他不是，我打了之后才发现，我回香港没机票，然后去买釜山的，所以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有换装哦，不是有换装对嘛？我就说他好像有预谋，但又不专业嘛，因为他有问他嘛，有确认嘛，有换装嘛，但是又不是专业的嘛，专业的人不是这样干的嘛。所以你要说他怎么回事，不知道，我就大家等警方调查嘛，到底是不是嘛？后面的东西大家都基本上是脑补嘛，对不对？那而且我讲说，就是说我讲说象征性来讲，石板没有什么伟大的象征性啊。在座每一位在台湾的状况，可能都比他好吧，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找我们会找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当然确定是找他没有错嘛，但是背后犯案动机是什么？不知道啊，所以你说因为石板民夫会被打，所以台北的选情会变，高雄的选情会变，不会吧？我觉得不会吧？那当然，但会不会造成台湾人心？因为这不是第一件啊，因为恐惧感。除了石板之外，那这个已过的这个铜锣湾的这个书店老板任荣基，不是他也被泼过漆嘛？不一样嘛？我的意思说，一个是入境嘛，对，都一样啊。他这个都是中国那边过来打香港那边过来的啊，都是有关系的啊。不是汤伟雄那个拳击馆教练也是一样被泼漆啊，所以这个不是第一件，也不会是最后一件。我同意你部分，就是你像铜锣湾那个老板，他的针对就很合理嘛，对，他就很合理嘛。你知道他的动机是为什么嘛？因为他一直那个嘛，那石板的分量就差多了啊，真的差太多了嘛。这是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嘛。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当然知道他不对，我也知道说这个人针对石板，为什么不知道？但为了选举还是为了老共不知道？那你说因为这样就翻哪一个选情？我觉得有困难呐。所以这整件事情，那包括现在检方因为刷警戒，那检方现在在调查所有相关一些细目，那未来一定会告诉全国所有的观众们，因为当中检发出来的所有的声明稿里头已经讲到，包括连跨境镇压所有这些词全部都出来，那显然这一定要告诉民众过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除了这个以外，你我一定都会关心，就是所谓的致癌油的问题，现在到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因为当卫福部现在已经行政院这个地方已经决定，就是所有的油品只要有涉及到的要全部下架，不管你是1层2层，不管是多少，所有这些。
那但显然看得出来，蓝营来讲的话，那包括连蒋万安，那一直不断的除了讲了赖总统跟行政院长、左院长要跟国人道歉以外，甚或直接有人讲到说，是不是要有下台的一些所有的词，国民党都喊出来了。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不过对于蒋万安来讲的话，那所有这些情形，那他包括在台北市，在这里头当然也发了南桥啦，所有这些，那这整件事情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不过一开始元真，这整件事情，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画面，是国民党的委员把那个就石崇良卫福部长在中间，然后有送油桶的，然后后面写了一大堆的一些的牌子。那石崇良今天有道歉吗？有，后来他道歉，他道歉的理由是说他对于那个决策反复对大家造成困扰道歉。那这个本来就应该道歉的。这个卫福部在这段时间之内的决策荒腔走板了。那是6月30号的时候，这个中研只通知食药署嘛，卫福部嘛，卫福部到7月2号的时候，那时候还在讲说只有1级食品要下架要回收。所谓的1级食品就是类似福茂沙拉油啊，然后还有泰山沙拉油这几个沙拉油原油的部分要下架，但是对于第2层食品是不用下架也不用回收。所谓第2层食品就是用这些原油再制的油混合油或者是食品。他说不用下架，这个是7月2号啊。那时候大家都在骂啊，说为什么第2层食品不要下架？第2层食品里面还是会有这个致癌物苯偏皮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2年前那时候有一个苏丹红的食安事件哦，苏丹红是3级致癌物，苏丹红的2级食品就要下架。这个苯偏比它是1级致癌物啊，结果1级它居然不用下架。后来大家就骂到7月5号呢，就改口了啊，就说好那这样子的话呢，2层食品要下架，但是如果说你用到这个原油成分20%以下的，也是不用下架，不用回收。好，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20%，因为我特别去了解，因为他们原来致癌物是超标4倍，所以呢，如果说是它的标准是2嘛，标准是2，然后超标4倍，所以是8。那如果是如果是20%的话，就除以5嘛，所以8除以5是1.6，1.6就小于2了，这样稀释过之后呢，就没问题了，就符合标准了，所以定了这个20%出来。这样稀释过之后呢，就没问题了，就符合标准了，所以定了这个20%出来。结果后来又被骂啊，为什么？人家今天不是罗廷伟，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啊，不然我告诉你，这个洗脚水是占20%，如果混在一般的水里面，你要喝吗？人家的意思就是说，有致癌物，你管它是几？按照食安法，只要有致癌物，都不能够生产、加工、制造都不行的。结果你定个20%，后来7月7号。就是昨天晚上嘛，就说，哎呀，那20%的也要下架，也要回收。你看哦，从7月2号到7月7号，决策反复那么多次，那我就问啊，如果有人从7月2号到7月7号这5天，因为卫福部你真的反复吃到了这些致癌物，那谁负责？当然是你卫福部长负责啊。所以卫福部在这过程当中真的是很差，那做不好就下台，这也不是我们定的标准啊，这民进党定的标准啊。那时候2014年的时候。马政府也有爆出那个劣质油的事件，越南劣质油还有地沟油啊什么的，那时候还不是致癌物哦，那时候就是那个油很差，黑心，然后就民进党的一堆立法委员，然后蔡其昌啊，还有什么叶宜津啊，陈其迈啊，就是这样骂啊，就是骂说哎呀他们那时候是叫江宜樺下台哦，还不是卫福部长下台，江宜樺下台哦，然后当时的民进党还拍了那个选举的影片。好感人！民进党就果然是选举奇才。这个一支影片是一个餐厅的老板，他说他做一个菜，好安心的给顾客吃。但是为什么连这个油都不安全呢？政府怎么那么差呢？让我有不安全的油可以用，做一道安心的菜都不行，做不好就下台。还有另外一支更感人啊，一个妈妈要弄东西给婴儿吃。怎么连里面的油都不安心呢？都不安全呢？做不好就下台啊！所以2014年国民党确实很多首长也下台了。那一次我们选得非常差，这是民进党的标准啊。可是我们看到这段时间，民进党立法委员有没有出来谴责卫福部？第一时间那时候沈伯洋、吴思瑶，他不是来骂卫福部，他骂谁？他骂蒋万安呐。蒋万安他们已经很认真
比如说跨县市的去找那个东西下游的商品啊，或者是做了很多努力，结果沈伯洋、吴思瑶是去骂蒋万安，就被人家灌爆啊，说你是忘记你是立法委员，你是不是要去监督卫福部？蒋万安然后沈伯洋隔了几天才找卫福部来这个会议室这个拍一张照片，然后讲了一堆就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这个民进党就是很会选举，然后赖总统也是一样啊，赖总统到什么时候才出来发文？1个礼拜以后才出来发文的。可是赖总统是不是不重视食安呢？他很重视，他很重视狗的食安。所以呢，他前几天的时候去吃狗粮嘛，然后吃完之后呢，还跟他的狗讲说，这个我试吃过，很好吃。就是有这段吗？后面然后后来拍影片，他说这个我吃过，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哦，你好重视狗的食安，可是对于人吃的东西。致癌物1个礼拜你都没有表态，会来直接了，因为赖总统讲了2次重话，今天中常委有讲了，今天他就在讲，今天中常委有讲。然后那个过程，刚刚尤其讲说什么第一层要下架，2层下架，那这些过程的一些的决策，这些，我认为这个决策的确反复，我也认为做不好，我认为这个石崇良应该是要道歉，就是说你这个应该你要所谓的预防性下降，你的范围就是要大。好，你不要说第一次跟第二次讲的，那不一样。其实我们也跟他讲过，就是说，那为什么有一些你那时候还没有说什么这个什么保护厂商啊，就是说没有要把这些这个产品啊，还有厂商啊，全部都把它说出来。我们认为说不行，你一定要全部讲出来，因为民众有这个权利。好，那所以他后来把这个讯息都把它释放出来啊，让大家都知道说大概现在是有哪些厂商，有哪些商品。我觉得这应该在第一时间就要做，因为我觉得食安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没有分党派啦，这大家都很重视。好，那我也不认为说刻意要把说赖总统去参加这个宠物展，讲这个狗的这个食物，然后把这个用油这件事情，把它弄在一起，然后说这个好像赖总统重视狗的这个食安的问题，不重视人的问题。我觉得也不用是这样子去这个强加比这个好像就是做一个对比啊，我觉得这个就也没有这个必要。那你说卫福部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好？我真的也没有做好，因为像我今天在质询的时候，我也是说，那你公布了这么多，那也希望说大家去跟这个3家的这一个厂商能够换货，对啊，可是就是说你有一些可以说不是在这个批号里面的也可以换，那有一些说一定要在批号里面才可以换，就标准不一样嘛。我们就是说你只要在4月到6月。这段时间生产的油，你不管有没有在你的这一个不合格的这个批号里面，就可以换嘛。因为民众他不会去看说我这个批号到底是不是你这段时间所公布的嘛？他一定认为说，我如果这3家，我是什么福茂啊，我是这一个福寿啊，我是这个泰山，我觉得民众就会有疑虑嘛，就可以去换嘛。那就是说，有些那个通路商还说你一定要有这一个发票才让你换。那我们说也。因为现在你只要有购买的记录就行了嘛，因为4月到6月发生到现在已经7月了，谁还会去找说我那时候去买的这些发票嘛？所以我们是尽量说跟人民的这一个想法尽量去贴近把这件事情把它做最好的一个处理。但最重要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迟报啦？就是说其实南桥他为什么他觉得他是吹哨者？他为什么会被罚？因为他其实也是。他有跟这一个他的上游讲但是呢，他也没有马上去跟这个台北市政府讲嘛，所以说用这个地方，所以台北市政府呢也罚他300万，那南桥，那不过王宏威之前讲说为什么要去罚南桥？是不是因为他之前有这个捐款给这一个蓝营，所以才会被因为这个捐给蓝营政治现金，所以才被盯上？没有啦，蒋万安就打脸你王宏威了，就是说没有因为他是晚通报所以呢我们才要去罚他。所以说晚通报这件事情，我今天有问这个署长，你如果最早时间通报是5月13号，就不用拖到说7月才知道这件事情。那中间为什么会有这个延迟通报这个问题？那我也请这一个法务部出来要去说清楚，就是说，因为刚好5月、6月这3家油品公司的这个董监事会议、股东会，那这3家公司就是中联油脂的这一个上游嘛，等于是说。是他们出资才有这家中联油脂嘛？那会不会说是因为为了担心说，如果这时候爆出来，然后会影响到说这3家在开股东会的一些事情，那所以延到这个7月才爆出来。我们要请卫福部跟这一个法务部去查清楚嘛，因为你光是从5月13号，如果第一时间你就把这件事情
通报了，那至少卫福部它有1个多月的时间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马上做处理，也不会到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产品，那这么多的厂商都受到波及嘛。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现在卫福部要赶快去做处理的啦。好，那尽量跟民众的这一个立场是站在一起的。好，那民进党你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做过的地方？有，那就是，所以今天石崇仁也道歉了。我觉得该道歉就要道歉啊，因为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民众也会怀疑说这个每天我吃的东西，到底这个御饭团可不可以吃啊？到底这个这么多的沙拉、冰淇淋可不可以吃？我觉得还是要让民众在吃的食安这问题这方面，让他能够安心。所以今天石崇仁也道歉了。我觉得该道歉就要道歉啊，因为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民众也会怀疑说这个每天我吃的东西，到底这个御饭团可不可以吃啊？到底这个这么多的沙拉、冰淇淋可不可以吃？我觉得还是要让民众在吃的食安这问题这方面，让他能够安心赖总中间讲了2次重话，一个是该就责就责，现在今天是要法办，对，就该法办。对，那所有这些，当行政院昨天决定就全部要全面下架以后，整件事情对民众，因为食安一定是大家最在乎，大家经历过几次食安的风暴。那目前看起来这整件事情未来会有什么一些发展？当然你也注意到，蒋万安在这里面他是很早就开始直接叫什么赖总统要道歉啊，然后包括讲中央要有一个交代。那今天国民党有一个黄复兴党部的一些的活动，而这个活动里面大家一定也会看蒋万安在这里面，那到底有讲一些什么，或是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毕竟这整件事情，然后对蒋万安来讲，上一次在一个礼拜4经过了内湖的一个淹水以后，这一次大家看到台风，我在这里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就是看起来那个8威台风，那大家还是要小心 ，OK， 那注意所有的气象的一些的讯息。所以对蒋万安来讲的话，大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不能再让台北市有任何一点的闪失。让你看一下蒋万安在相关活动说的一些话，来。1956年6月份。金国先生率领超过6000位退伍的荣民，进入地势艰险、悬崖峭壁以及非常危险的地方，在当时几乎是与世隔绝。先人他们共同的付出，才让我们今天能够享有自由、民主、和平与繁荣的日子。我们要接下火炬，继续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所有的子子孙孙，继续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和平与繁荣努力奋斗，好不好？好。其他区域公所有没有提出的？没有提出，我认为你们做好万全准备哦，就不要给我发生届时有任何在需要紧急调度的情势。没有2个场面，这个场面一个是讲到中横，讲到蒋经国，蒋万安的音调之高亢，然后另外就是在整个市政会议上面在说捏，还有没有现在提出来，现在不提出来，到时候不要告诉我紧急调度，意思就是说不能再发生一点这种事，这是一定要让所有人看到，对不对？对啊，就是说他讲经国那一段是非常的亢奋嘛，没有看过蒋万安讲话讲的这么有魅力，慷慨激昂，有那个政治人物要选举的那个对阿扁那边那时候的风范，对，还有赵少康那时候的风范，他你看那学习慢慢在学习要如何进一步在伸展这个总统之路了嘛。然后又讲到他阿公叫做阿公吧哈，金国先生，所以说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说我觉得他有点借这个机会在传承嘛，因为蒋经国在台湾的这个治理上面，大家还是蛮肯定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刚好趁这个机会把自己推出去，我觉得这个是聪明的做法，对他，而且这对蓝营，尤其深蓝的来讲。
太有用了，太有用了，就可以团结嘛。啊，你看我们对台湾也是这样，只是说绿营就会吐槽说啊，那你们今天这后代子孙怎么变这样呢？对不对？经过70年之后，怎么一代不如一代？以前的国民党蒋经国怎么这么好？那你们现在怎么都接不起来？都是郑丽文这个东西，而且这中间有一个点，他巧妙的闪过郑丽文，因为他就是今天应该会同场吗？就会同场。今天是这个是黄复兴党部办的会，然后所以呢，郑丽文就先致辞了，然后致辞完他就走了。那其实蒋万安同时间应该也会同框，但是蒋万安就很巧妙的，他在外面遇到很多民众跟他拍照，然后呢合照，然后合影怎样，就拖到郑丽文走了45分钟走之后，他51分钟进来，所以就两个人50分进来，所以两个就刚好没有擦身，就是根本没有同框，所以他就闪掉了这个郑丽文。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的诸侯也很累啊，要闪郑丽文要有一点这个技术性啊，然后再来就讲他这个淹水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他当然故意放这个影片出来，就比如说他有负责任要，但是问题是你首长不是这样做的啊，你首长应该是说，你这一区你现在怎么样？如果你看那个防灾会议，中央的防灾会议，它一定是各县市问说你现在的什么样的装备到多少了？你现在的抽水机有没有怎么样？那你要注意到各区的实际的情况啦。要闪郑丽文要有一点这个技术性啊，然后再来就讲他这个淹水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他当然故意放这个影片出来，就比如说他有负责任要，但是问题是你首长不是这样做的啊，你首长应该是说，你这一区你现在怎么样？如果你看那个防灾会议，中央的防灾会议，它一定是各县市问说你现在的什么样的装备到多少了？你现在的抽水机有没有怎么样？那你要注意到各区的实际的情况啦。所以我觉得后面这个东西是有点，他要防堵这个未来这个巴威台风的这个灾害，但是我觉得他有点落惨，他应该问得更详细，比如说他挑一区出来问，比如说内湖，你们前面这淹过水，现在这个什么这个水土保持有没有弄好？水沟有没有清好？几条水沟这样？我觉得他如果更细节，我觉得这个画面就会更生动，更展示蒋万安2028有6就有8的路啦。我已经快要演讲了。所以后面那个就是包括在会议上面讲的所有那些东西，那也就是在告诉大家讲说，我前面都已经尽责到这种地步了。那当然希望都没有任何状况。那当然，敏凤在周恩就讲，所以你看过确实有很多，包括中央所有的防灾会议里面，我记得还有一次是好像是赖总统就直接，因为那个都是视讯嘛，视讯，然后有一次跟花莲在讲说你们这次基隆黑屏啊，基隆黑屏然后有一次是在讲说什么你们已经包括撤离了多少。对，预防性撤离了多少人？那个数字对吗？然后所有那些，所以需要做到这个样子吗？但不管怎么样，这就是要告诉大家，绝对不能再出错。我先从那个讲完那个慷慨激昂的演说说起啊。同样的场合，郑丽文讲没有效果，蒋万安讲下面鼓掌热泪盈眶。对，因为讲到蒋经国，讲到中横呐，没有，因为蒋万安才是国民党未来的正主，郑丽文只是站管，就这段时间没有人要嘛，蒋万也没有要选嘛，卢秀也没有要选嘛，所以就剩下就给你了，所以你把这个垃圾时间拖完，那真正他们的正主是蒋万安。那回到台北市政府以后，其实蒋万安的做法，我觉得那些都区长，那都是区长，区长是谁任命的？蒋万安任命的嘛，所以每个我相信蒋万安都认识，不然怎么会任命？我们部队长在做这个所谓行前教育，或者是重大演习准备，或者是防台准备的时候，不是嘴巴问你准备好没有，哪一个区长会说我没准备好？不是，你要去看，台北市才几个区啊，现在距离台风还有时间嘛，你是要一个区一个区去看。进入防台中心是12小时，台风来12小时之内你才要做。现在是一区一区去看，当场看，当场问，有东西立刻补。这才叫做将士用命。
所以蒋万安现在就是要展现出他那个魄力，因为他现在被英伟达已经打到好像蒋万安好像就是软软的，英伟比他还硬，所以蒋万安要展现那个魄力。所以你看，从黄复兴那场集会到他的防台的这个灾防会议，他都是要展现他的魄力。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任俊来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那是黄复兴的活动，对，大家还注意到另外一个人，韩国瑜院长，是他本来也要出席，但后来改录影，为什么？郑丽文去了，好，洪秀柱也去了，连徐新颖都去了，那你说院长不去，这真的有点怪啊！所以这个纪凌莲就说，无损双方什么几十年的交情啊，还特别要再解释了一次，说当时是因为这个误信媒体报道，说韩国瑜呢可能呢这个态度软化，所以才讲出那些话。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韩国瑜本身来讲啊，说实话，我不认为会对于黄复兴的这一些人对韩国瑜的想法会有什么影响。好。但最少对于刚刚的那个场子里面来说，蒋万安是很大的赢家。当然，你什么时候看过蒋万安在讲事情的时候讲到这么的这个铿锵有力？好，完全不需要再找稿念。也没有了。OK， 未来那到底国民党在2026这一局会是怎么样？那到了2028会是谁能够代表国民党能够在整个选战里面那直率旗呢？那对大家来讲的话，当然首案的一些问题，那大家各方的一行瞩目。那当行政院在昨天晚上已经说全面下架以后，那接下来又会是怎么样？那所有的一些事情，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